叶晨落地之前就已经看过刘家辉的全部资料。这老小子风流成性，结过3次婚，有5个孩子。6个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便是长女刘曼琼。刘曼琼是刘家辉的发妻所生，今年已经24岁，正在港岛大学中文系读博士。在刘曼琼5岁那年，生母因为宫颈癌去世，而他母亲去世后1年，父亲刘家辉便迎娶了港岛娱乐圈一个小了他10岁的女明星。几年之后，方嘉欣从美国跑了回来，刘家辉便与第2任老婆离婚，然后将方嘉欣娶进了门。刘家辉的发妻给他生了2个女儿，刘曼琼是老大，她的胞妹比他小了3岁，眼下正在英国求学。而那个女明星为了能够稳固地位，3年内给刘家辉生了2个孩子，但无一例外全是女儿。方嘉欣回来之后，刘家辉便给了女明星一笔钱，打发她带着2个女儿移民去了加拿大。而方嘉欣嫁给刘家辉之后，在40岁那年给刘家辉生下一个儿子，这个孩子现在10岁，正在读小学。刘家辉对自己的独子极为宠爱，曾花费上千万，在港岛最好的酒店给儿子举办百日宴，而且还在百日宴上豪气地送给方嘉欣一套半山豪宅、1艘豪华游艇以及1架私人飞机。而方嘉欣也因为给刘家辉生下儿子，所以在刘家辉眼中更加受宠。至于刘曼琼的资料，叶晨也仔细看过。这个女孩绝非刘家辉口中所说的顽劣，相反，这个女孩所有履历都非常优秀。她学业有成，任何一次记录在档案中的考试，她基本上都拿到了最好的成绩。除此之外，她从10几岁就热衷慈善事业，不但多年间持续不断地为各种慈善事业捐款，甚至还抽出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为那些慈善基金做志愿者。最近，刘曼琼正在推进一个解决非洲极贫困地区饮用水的慈善活动，目的是通过向全社会筹集善款，分2期，先后筹集2亿港币，来为非洲极贫困地区解决饮水困难的问题。而且，刘曼琼为了起到真正的号召作用，2期筹款，他个人承担1半，也就是每期承担5000万港币善款。当然，他虽然成绩优异，但并未步入社会赚钱，所以这些善款也都是他父亲刘家辉来为他买单。20分钟后，车队驶入港岛大名鼎鼎的狮勋道。狮勋道是一条山道，这里的豪宅几乎都是依山而建的山庄式别墅。坐落在这里的豪宅无一例外，价值都达到了上亿港币，最大的甚至价值超过10亿港币。港岛本就寸土寸金，而这里更是港岛房价的巅峰。能住在这里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港岛的顶尖巨富。刘家辉的豪宅位于狮勋道比较靠近山顶的位置，整套别墅占地面积至少数千平米，而院子更是足足可以停下20-30辆汽车。车队开进来的时候，20多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佣人、园丁已经在此列队恭候，从第1辆车进来开始，到最后一辆车进来，他们全程鞠躬，一动不动。待车队进来之后，保镖先从车上下来，为叶晨、刘家辉以及另一辆车上的方嘉欣打开车门。佣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先生太太好，刘家辉却直接指着叶晨对众人说道，来，向叶先生问好。于是众人又赶忙向着叶晨鞠躬问好。刘家辉继续对众人说道，未来几天叶先生会住在家里，你们一定要好好为叶先生服务，不要让叶先生有任何不满，听到了吗？众人自然连声应承下来，不敢有任何怠慢。随后刘家辉才对叶晨说道，
叶先生，你来之前我就已经让佣人收拾好了客房，只要你在港岛就住在我这里，就把这里当做你自己的家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叶晨也乐得如此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好好，刘家辉热情地揽着叶晨的后背，笑着说道，来，叶先生，里面请。说着便与叶晨一起进了自己的豪宅。管家亦步亦趋地跟在身边，嘴里恭敬地说道，先生，酒席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开始？刘家辉问他，小姐回来了吗？管家如实说道，还没有。刘家辉顿时怒道，这个臭丫头，这次他要是敢放我鸽子，未来3年内我1分钱都不会给他。一旁的方嘉欣语气吃味地说道，明知自己做不到，又何苦说这番话呢？刘家辉气愤不已地质问，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？方嘉欣淡淡道，这种话你说了不是1次2次了，最后不还是你去妥协吗？刘家辉感觉很没面子，恼怒地说道，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我刘家辉说到做到，绝不食言。方嘉欣笑了笑，随口道，那我就是目以待了。叶晨在一旁冷眼旁观，总觉得这方嘉欣有点表里表气，话里话外都有些挑拨离间的意思。他不禁为陈兆忠感到遗憾，陈兆忠原本拥有光明的未来，但是为了他，将自己半辈子的光阴扔在了纽约唐人街那间烧鹅店里，实在是有些不值得。而且他也看得出，陈兆忠直至今日心里依旧想着这个方嘉欣，当提及方嘉欣的时候，陈兆忠的眼睛里总是带着别样的光芒。他一直以为方嘉欣只是因为吃不了黑在美国的苦，所以才无奈选择了离开。可是如果他见到今日的方嘉欣，不知道心中会不会惊讶，会不会失望。就在这时，叶晨身后传来一个女人冷冰冰的声音，不好意思了，刘太太，你如果想要看好戏的话，那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刘家辉听到声音，连忙转过身，见到大女儿一脸冷淡地看着方嘉欣，先是一愣，随即连忙打起圆场道，曼琼，你老爸，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放老爸鸽子。说完，他急忙对叶晨介绍道，叶先生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大女儿刘曼琼，现在在港大读博士。紧接着他又招呼刘曼琼道，曼琼你来，老爸给你介绍一位青年才俊，内地来的叶晨叶先生。